豆豆用神奇鼻子告诉酷酷哪条鱼最香最肥，酷酷用魔法眼睛盯住目标，计算好时机和角度。两只小猫咪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成功抓到了好多条完美的鱼。神奇鼻子和魔法眼睛。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边住着两只小猫咪。黑猫酷酷全身乌黑发亮，有一双碧绿的大眼睛，能捕捉最快的小鱼。白猫豆豆雪白如云朵，粉嫩的小鼻子总是湿润润的，能闻出最新鲜的鱼儿。河岸边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草、桃花和梨花，正在盛开。春天的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，一切都那么美好。两只小猫咪肚子饿得咕噜叫，到河边准备捉鱼。酷酷施展魔法眼睛，选择了一处水流湍急的地方。许多银光闪闪、游得飞快的小鱼在急流中穿梭。酷酷凭借敏锐的目光，很快抓到了好几条银色小鱼。豆豆用他的神奇鼻子来到了河边一个安静的水湾，他仔细嗅着，找到了几条躲在水草间的肥美胖鱼。两只小猫咪各自吃着自己捉到的鱼。酷酷的银色快鱼虽然新鲜，但是太瘦了，没有多少肉。豆豆的胖鱼虽然很香，但是数量太少了。小猫咪们都觉得没有吃饱，有些苦恼。这时，河中央游过来一群特别棒的金鱼。这些鱼既肥美又活泼，在阳光下闪着金色光芒。聪明的酷酷眨眨眼睛，想到了好主意。他对豆豆说：“你的神奇鼻子和我的魔法眼睛一起合作怎么样？”豆豆立刻明白了酷酷的意思，开心地点点头。豆豆用神奇鼻子告诉酷酷哪条鱼最香最肥。酷酷用魔法眼睛盯住目标，计算好时机和角度。两只小猫咪配合的天衣无缝，成功抓到了好多条完美的鱼。夕阳西下，酷酷和豆豆坐在草地上分享美味鱼儿。神奇鼻子真厉害！魔法眼睛侯赛雷。神奇鼻子和魔法眼睛加在一起，能创造更大的奇迹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。当我们把不同的特殊能力结合在一起时，就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奇迹。小鹿斑斑的彩虹脚。森林深处，小鹿斑斑悠闲地走在绿草间，它的脚上绕着彩虹色的光晕，闪着温暖的光。斑斑时常帮迷路的小刺猬找到回家的路。他还把松果送给准备过冬的小松鼠。动物们见到斑斑，园里满是信任和喜悦。一天，森林里传来小狐狸的呼救声：“快救我！”猎人的网困住了小狐狸，尾巴尖被网紧紧缠住。斑斑走过去，用脚轻轻挑开网绳，彩虹脚闪着光，网眼慢慢变大。小狐狸钻出来，尾巴尖还沾着斑斑的绒毛。小狐狸感激地蹭蹭斑斑说：“谢谢你。”斑斑微微低下头，脚上光晕闪得更亮。猎人看见彩虹脚，眼睛闪着兴奋的光。他悄悄设下陷阱，想抓住斑斑。小兔子不小心跌进了陷阱里，惊叫起来。斑斑毫不犹豫地奔过去，用脚帮忙。可他一不小心，自己的腿被网缠住了。脚上的光晕暗了一些，他紧张地抖动耳朵。森林里的动物们跑了过来，看见危险。小狐狸咬断绳子，努力拉开网。松鼠们齐心丢松果砸在猎人身上。兔子用后腿蹬着陷阱边的土。动物们齐心协力，猎人终于被吓跑了。斑斑慢慢从网里站起，额角上光晕恢复柔和。风吹过树林，山神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
善良不是礼物，是让大家心靠在一起的光呀。斑斑抬头，脚上的彩虹光晕重新闪烁。森林里动物们纷纷靠近，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光点。小鹿斑斑的脚边出现一圈闪闪烁烁的光点，彩虹脚变得比以前更加温暖，也更加亮丽。森林里回荡着笑声和感激。斑斑轻轻蹦跳，心里暖洋洋的。善良和责任不是为了奖励，而是让大家的心靠在一起，互相帮助才会让世界更美好。小朋友，如果你看到朋友遇到困难，愿意像斑斑一样伸出帮助的小手吗？小刺猬的宝藏。秋天的阳光洒在森林里，小刺猬点点忙碌地在树下寻找苹果。它用小爪子推着红红的苹果，一颗一颗滚向自己的洞穴。点点还收集了许多橡果，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搬回家。它用金黄的叶子把食物盖得严严实实的。点点看着堆成小山的果实，开心地拍拍小肚子，这样冬天我就什么都有啦。点点满意地笑了。小松鼠蹦蹦跳跳地经过，被诱人的果实吸引了目光。小兔子也停下脚步，鼻子轻轻嗅着苹果的香味。小鹿优雅地走过来，羡慕地看着点点的宝贝们。小兔子轻声问道：点点可以分给我一个吗？点点紧张地张开双臂，挡住了洞口。不行，这些是我的。点点大声说道。小动物们失望地摇摇头，慢慢走开了。第一场雪悄悄地飘了下来，森林变得白茫茫的。点点的洞穴里开始渗进雪水，地面变得湿漉漉的。一些苹果开始变色，散发出酸酸的味道。点点着急地看着发霉的苹果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想把苹果搬出去晾干，可是雪太厚了，点点一个人推啊推，累得气喘吁吁。这时松鼠、兔子和小鹿又来了。他们看到点点着急的样子，决定伸出援手。松鼠灵活地爬上树枝，准备帮忙晾晒苹果。小兔子用长耳朵扇风，帮助发霉的果子快点变干。小鹿用温暖的鼻息轻轻吹着湿润的苹果。大家齐心协力把好的苹果挂在树枝上。点点感激地看着朋友们，原来朋友也能帮我守住食物呀。冬天来临了，雪花在窗外轻轻舞动。点点邀请朋友们来到温暖的洞穴里，大家围成一圈，分享着苹果、橡果和胡萝卜。点点望着朋友们，心里暖暖的。原来分享才是最好的储藏呀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分享比独占更快乐，朋友的帮助比一个人的力量更强大。如果你是小刺猬点点，你会怎样和森林里的朋友们一起度过寒冷的冬天？小狗蹦蹦的温暖毯子，清晨的阳光洒在绿油油的草地上，像撒了一层金粉。小狗蹦蹦快乐地奔跑，棕色毛发随风飘动，嘴里叼着绣满黄色星星的小毯子。它在草地上打滚毯子，跟着一起翻滚，发出呼哧呼哧的欢快声音。午后的阳光暖暖的，蹦蹦用爪子轻轻拍打小毯子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妈妈从屋子里探出头，温柔地说：这是蹦蹦的宝贝毯子，像阳光一样暖和呢。突然一阵调皮的大风吹来，树叶沙沙作响，风儿转着圈，呼的一下把小毯子卷走了。他跑上山坡，看见小兔子在拔萝卜，麻雀在啄草籽，可毯子不见了。蹦蹦急得汪汪叫，迈着小短腿追了上去。天渐渐暗了，月亮悄悄爬上树梢。蹦蹦耷拉着耳朵，小尾巴垂着，慢慢走回家。回到窝里没有小毯子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呜呜地哼唧着。妈妈走过来，轻轻舔了舔他的小鼻子。别担心，毯子会回来的。第二天清晨，露珠在草地上闪闪发亮。蹦蹦早早出门，小鼻子嗅嗅地闻着气味，仔细寻找。他走过蒲公英草地，
白色的小伞在风中轻轻摇曳。突然，他停下脚步，小毯子正挂在蒲公英丛中，哗啦啦，毯子像小旗子一样飘动，星星闪闪发亮。蹦蹦开心地打了个小喷嚏，小心地叼起毯子。回家的路上，他蹦蹦跳跳，尾巴摇得像小风车。阳光照在毯子上，黄色星星仿佛在发光。远远的妈妈站在家门口，微笑着迎接他们。夜晚降临，深蓝的夜空布满眨眼的星星。蹦蹦团成小毛球，紧紧搂着小毯子。毯子上的星星在月光下闪烁，像在说悄悄话。微风轻轻吹过，带来一声温柔的晚安。蹦蹦满足地闭上眼睛，小爪子还抓着毯子。窗外星星们一闪一闪，守护着他的梦。毯子暖暖的，像妈妈的怀抱。蹦蹦甜甜地睡着了，嘴角挂着幸福的笑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心爱的东西可能会暂时离开，但只要我们勇敢去寻找，温暖总会回来。就像蹦蹦的小毯子一样，爱和依恋永远不会真正消失。小朋友，如果你和蹦蹦一样弄丢了重要的东西，你会怎么做呢？朵朵的奇妙渔网。清晨的小溪森林边，一群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。小狐狸朵朵蹲在溪边，圆溜溜的眼睛盯着水里的鱼。朵朵伸出尖尖的爪子，刚碰到水面，小鱼嗖的一下全躲开了。朵朵收回爪子，有点不开心。她坐在草地上，望着水面发呆。要是能安安静静抓住鱼就好了，朵朵小声嘀咕着。一阵风吹过旁边树枝上的蜘蛛网，晃了晃，一只小虫被网轻轻裹住。朵朵的眼睛突然亮了，尾巴也不晃了。她跑向树林，捡起几根柔韧的柳条，抱在怀里。朵朵坐在地上，学着蜘蛛的样子，把柳条编在一起。一个歪歪扭扭的小网编好了，朵朵高兴地举起来看。她捧着网走到溪边，小心翼翼地放进水里。小网刚碰到水就散架了。朵朵耷拉着耳朵趴在草地上，远处狐狸妈妈正用大尾巴扫着落叶，尾巴一勾卷住了好多叶子。朵朵看着妈妈的尾巴，忽然抬起头，眼睛又亮了。她跑到自己掉毛的地方，捡起一小撮软毛。朵朵把软毛混在柳条里，低下头认真地编着。一个又软又有弹性的小网编好了。她轻轻地把网放进水里，一条小鱼摇着尾巴游过来，没注意到网，扑通一下钻进了网里。朵朵提起网，看着里面的小鱼，高兴地跳了起来。她蹦蹦跳跳地跑到妈妈身边，狐狸妈妈转过头，看着朵朵和她手里的网，温柔地笑了。妈妈亲了亲她的额头，轻声说：“朵朵真聪明。”夕阳把母女俩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他们的身后小溪还在哗哗地流着，月光慢慢升起，森林也在等待着明天的新故事。遇到困难时，多观察，多思考，就能想出解决办法。小朋友们平时遇到小麻烦时，会观察身边的东西来想办法吗？小浣熊皮特不挑食。小浣熊皮特住在清澈的小溪边，他最喜欢爬树和吃冰激凌。皮特开心地舔着冰激凌，冰激凌最棒了。妈妈准备牛奶和蔬菜时，皮特总是摇头。皮特固执地说：“我不要，我只要冰激凌。”慢慢的，皮特发现自己越来越没力气了。以前能轻松爬树，现在爬到一半就呼呼呼地喘气。和小伙伴玩捉迷藏时，好几步就累得扑通坐下。皮特的毛发失去光泽，变得毛糙糙的。他盯着自己的小爪子，发现它们
得颤颤发抖。有一天，皮特和朋友们刚爬到树上，就哎呀一声掉了下来。小伙伴们吓坏了，叫来浣熊妈妈。浣熊妈妈带皮特去看鹿医生。鹿医生仔细检查后摇摇头：“皮特，你不能再挑食了。”皮特乖乖点点头。好吧，鹿医生。鹿医生拿出彩色的营养金字塔，指着金字塔：“这就是健康饮食的秘密。谷物给你能量，蔬菜水果给维生素，牛奶给你蛋白质，冰激凌只能吃一点点。”皮特认真地看着，原来身体需要这么多营养。从那天起，皮特开始尝试各种食物。他发现胡萝卜嘎嘣嘎嘣很香甜，牛奶香香的很有营养。几个月后，皮特又变成活泼的小浣熊，他的毛发亮晶晶发光，爬树时嗖嗖嗖。现在皮特成了营养小专家，还叫其他小动物不要挑食。皮特开心地说：“每种食物都有魔法均衡搭配，让身体强壮。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均衡饮食对健康成长很重要。每种食物都有不同的营养，不能只挑自己喜欢的吃。